我叫梁飞，梁敬天的孙子，济南府梁家大院。你打听打听去，泉城路那一带，谁不知道我爷爷？可我这个孙子不争气，小时候不好好练武，长大了跑法国去留学，回来也不安生。我爷爷拿拐杖敲我脑袋，我就嬉皮笑脸的躲。可他疼我，全家人里头，他最疼的就是我。70大寿那天，院子里张灯结彩，济南城有头有脸的全来了。我爷爷坐太师椅上，笑得眼睛都没了。我那天也多喝了2杯，谁能想到呢？酒还没醒，天就塌了。那天晚上不是贺喜的，是来讨命的。日本兵还有那个狗汉奸高大祥，几10号人端着刺刀闯进来了，红烛全给踢翻了。我爷爷站起来，你知道他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？他问那帮人，你们谁先来？不是求饶，不是害怕，是让他们上。这就是我爷爷一辈子挺着腰板没弯过。可那帮人不讲江湖规矩，他们有枪。第1枪，我爷爷身子晃了一下，没倒。第2枪，单膝跪地，还是没倒。第3枪，胸膛贯穿，他倒下去了。从头到尾眼睛都没闭上，死都没闭上。我和弟弟天成趴在柴房里，从门缝里往外看。我弟弟捂着我的嘴，不让我出声。我的手抖得厉害，不是怕，是气。气得浑身发抖，那种气能把人从里到外烧干净。那天晚上，梁家死了几10口人，爷爷、姑姑、家里的长工、丫鬟全没了，就剩我和天成。我们躲在空棺材后面，撑到天亮。第2天，我走出院子的时候，地上的血还没干。我蹲在爷爷身边，蹲了很久，没哭。不是不想哭，是不敢哭。我怕我一哭就站不起来了。我跟自己说，梁飞，你现在不能哭，你要哭，等把那些人的脑袋摘下来，到爷爷坟前去。第2天，我干了一件济南城谁也想不到的事。我把日本旗撕下来，蘸着墨写了一封战书，字不多，就一行：济南梁飞7日之内取3名凶手之命，以记我全家亡灵。挂在那面旗底下的是我爷爷用过的那把大刀。济南城的百姓早上起来，看见城墙上头飘着日本旗，下头挂着战书，全城炸了锅。有人说我疯了，有人说我是英雄，有人说我找死。我不管，我只知道我爷爷躺棺材里头，等着我给个说法。我先找到的是那个狗汉奸高大祥，我盯了他3天3夜。他白天在武馆里装大爷，晚上搂着小老婆喝花酒，身边4、5个保镖，不好下手。我等，我办过乞丐，办过卖烟的小贩，办过送菜的伙计。他的路线，他身边保镖换几班岗，全在我脑子里。第3天夜里，我翻墙进了武馆。他没醒，一刀就一刀。
连喊都没喊出来。头一个，完事。第二个是那个日本军官，开枪打死我爷爷的那个。听说梁飞在查他，连夜收拾东西要坐船逃回日本。他以为上了船就安全了，他不知道我比他先上船。货舱里头潮乎乎的，一股鱼腥味，我趴了整整1个晚上，一动不动。半夜他起来上厕所，我从背后跟上去。他一回头，看见我了。你是梁飞？一刀干净。第二个。第三个是那个日本武士，在营地里不好混进去，我化妆成他们的人，穿着日本军服，低着头往里走，心跳得特别快，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慌，一步都不能慌。找到他的营房，推门进去。他正在擦刀，看见我，愣了一下。我没给他反应的时间，3招之内送他上路。可动静太大，惊动了外面的鬼子。整个营地炸了锅，我从窗户跳出去，在墙根底下趴了半个多钟头，等他们散了才溜出来。7天，我一个人3条命。我把爷爷的大刀扛回精武会的时候，刀上全是血。我擦了1个多时辰，擦到第3块布的时候，腿一软，跪在爷爷灵位前：“爷爷，您看见了，飞儿替您报仇了。”那天夜里，济南城烧了一地的纸钱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成了飞哥。共产党找我，国民党找我，日本人恨不得把我碎尸万段。我谁都不想搭理，我就是个混混，就想多杀几个鬼子。我师叔王文清跟我说过一句：“飞儿，你一个人杀得完吗？”这话我起初不爱听。我杀了一个高大祥，第2天又冒出个李二狗。我杀了一个日本军官，第2天又补上了一个，杀不完，真的杀不完。后来我遇到了一个人，他叫刘景怡，延安来的。第1次见面，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：“梁飞，你觉得你能杀几个？”我说：“能杀多少杀多少。”他又问：“杀完以后呢？”我愣住了，我没想过。我只管杀鬼子，干完这一票再说下一票。他说：“你总得想，这个国家不能光靠一个人撑着。你梁飞一个人撑不起来。”这女人是我见过最不服输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进了我心里的人。可那时候的乱世，谁给得了谁承诺？我只能告诉自己，他的命我来保。
我身边后来真来了一群人。黑子，你知道黑子吧？愣头青一个，笑起来憨憨的，跟个孩子似的。我骂他也笑，踢他也笑。他是爆破手，打毒气弹那一次，我俩一起去炸日军毒气库。他负责引爆，我掩护。东西炸了，他没跑出来。我冲回去找他的时候，他被压在废墟底下，浑身是血，还笑。飞哥，值了，值了！你他妈才多大？你还没娶媳妇呢。他把我手推开，说了一句：“飞哥，我先走了。”就闭上了眼睛。我抱着他从废墟里挖出来，手一直在抖。后来我把黑子埋在了济南城外，立了一块小木牌，上面就写“黑子之墓，飞哥立”。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坟前喝酒。我说：“兄弟，你走好，飞哥替你多杀几个。”还有我师叔王文清，地下党，我爷爷的徒弟。从小到大，师叔最疼我，比爷爷还疼。不让我蛮干，不让我硬拼，总说：“飞儿，你学学脑子。”可师叔走的那天，比谁都忙。为了掩护我撤退，一个人把鬼子追兵引开了。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身上中了7枪。7枪，靠着一棵大树，浑身都是血窟窿。看见我来了，还笑。飞儿，师叔不行了。我抱着他，他一口一口往外吐血。替爷爷，替师叔好好活着，把鬼子赶出中国去。话没说完，人就没了。那天雨下得特别大，我不知道是雨水还是眼泪。我把他背回去，摆在爷爷灵位旁边。我说：“师叔，您跟爷爷作伴吧。”飞儿不孝，没能护住您。还有彩霞，陈彩霞，大大咧咧的姑娘，成天跟在我后头喊飞哥。他一根筋，我说什么他都信，让他往东，他绝不往西。后来他死了，死在我面前。一颗子弹穿过去，胸口透了。倒下去之前还喊了一声飞哥，我没来得及拉住他。再后来有人问我，彩霞是你什么人？我说是我妹子，亲妹子，跟亲的一样。她没了以后，我把自己关屋里3天。不想见人，不想说话，就想喝酒。时间很紧迫，下午3点，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。可喝完了，他回不来，谁都回不来。绝不能让他离开中国呀！黑子、师叔、彩霞、石队长、邢亚平，一个接一个，全没了。到最后，院子里就剩我一个人。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
空荡荡的，风一吹，门框上的铁环就叮叮当当响，像有人在敲门。可我推开门，谁都不在。有人问我，飞哥，你后不后悔？后悔什么？后悔跟日本人干，后悔替我爷爷报仇。不后悔，这辈子都不后悔。我梁飞这条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。从我爷爷倒下那天起，这条命就是老天爷借的。老天爷让我多活一天，我就多杀一个；多活一年，我就多杀一窝。我没什么文化，留过洋不代表有文化。我说不来那些大道理，可我知道一件事。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，谁要是敢说这4个字，你就把拳头砸他脸上。这是我爷爷教的，拳头比嘴好使。后来有人说我是英雄，我不认。我就是个替爷爷报仇的孙子，一个替兄弟讨债的混混。到死都要跟鬼子磕到底的疯子。济南城的老百姓叫我飞哥大英雄，可我知道躺在地底下的那些才是真的英雄。我活着，他们是替我死的。所以我不能不好好活着，我得替他们把路走完，走到底。有一回，我站在城墙上，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来，忽然想起我爷爷说过的一句话：“飞儿，人呐，得对得起自己。”怎么叫对得起自己？爷爷说，走的时候闭得上眼睛，就算对得起了。我爷爷没闭上，我来替他闭上。那些死去的人，那些替我挡了枪子儿的人，那些到死都喊着我名字的人，你们放心，飞哥还在，梁家大院还在，这把大刀还在。打不动了，我儿子上；儿子打不动了，我孙子上。中国这片地，死不完的中国人。郑业，从今天起，我走了以后，不立碑，不烧纸。你入党了？就想你们能记住一件事：有个叫梁飞的，在济南城扛过一把大刀。这辈子他没什么本事，就是不怕死，就是不服输。就是咽不下东亚病夫那4个字，够了，这辈子够了。我叫梁飞，济南府梁家大院的梁飞，梁敬天的孙子。走了，别送我。我得去跟那些先走的人喝一壶了，黑子肯定还在等我。师叔肯定在骂我，说来晚了。爷爷肯定还会拿拐杖敲我的脑袋，这一回我不躲了。飞哥，到此为止。